如果全世界的人类都获得了超能力，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即将赋予全世界异能的德累斯顿石板被安静地放置在地下，因为被刷新了最快的升级记录。五条对福建的态度非常差，没聊2句就吵了起来。五条抡起棍子就要和福建决斗，被子一人给了一拳。虽然他们绿盟内部不禁止私斗，但在这种紧要关头，还是希望他们有点危机意识。石板的力量即将完全释放，到时候全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会拥有力量，不被任何人管理，只为自己的力量和责任而生。因为有了绿盟的靠山，一直被清治王压一头的总理总算挺直了腰杆。他以未能保护石板为由，解雇了宗相的市长一职。说到底，塞普特斯只是隶属于法务部下的官方组织，有义务听从国家的指令。宗相妄图取代黄金之王，却在上任短短2个月内导致石板被夺，只能说明他能力不足。总理不仅解雇了市长，还下令让塞普特斯全员待命，不得离开驻地。这一突然的变故让七盟内部议论纷纷。要知道，国家之前从来不会干涉他们，这应该和政府与绿盟合作有关。被解雇的当事人市长不见踪迹，再加上福建的突然背叛，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，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安娜从学院岛回到酒吧，得知了市长被解雇的消息。出云之前和市里混入绿盟的宴会，发现了不少政府官员，也就是说，政府抛弃青而选择了绿。再这样下去，世界迟早会被绿色所浸染。巴天觉得正是因此，福建才会抛弃青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，倒戈去了绿盟。巴天气鼓鼓的出门巡逻，出云和安娜聊起了关于小白的研究。小白下定决心，打算毁掉曾是他梦想的石板。安娜也同意了。石板虽然夺走了他许多东西，但也带给了他救赎的红。但是失去这些也无妨，他以前只能看着命运发生，但是现在不同。如果赤之王的宿命是破坏，那他就将伤害重要之人的命运破坏。或许从出云在德国找到那份文件开始，就注定了会有今天这一刻。就在此时，一身便服的市长推门而入，是安娜想要见他。安娜将他们决定毁掉石板的结论告诉市长，这的确是能够打破现状的选择之一。对于赤盟来说，石板就是杀死尊的仇人。石板让尊成为了王，又杀了他，夺走了他许多，又给予了许多。他们不认为毁掉石板就能解恨，但石板这东西就应该被销毁。市长的担心要更加宏大，这个国家的发展是以是黄金之王撑起的，石板的体系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个国家，一旦失去石板，国家的秩序就会陷入混乱。可现在石板在绿之王的手中，他正打算解放石板的力量，赐予全人类异能。虽然市长一心想要主张将石板纳入秩序之下适当使用，但是现在的他根本做不到这一点，他的剑已经很危险了，坠落是迟早的事。面对安娜的担心，市长突然笑了。曾经的他也这样劝解过尊，但是自己却站在了相反的立场。安娜却说，市长和尊不同，周防尊和宗相李斯是这个世界上最般配的宿敌。尊和多多良还活着的时候，世情双盟就经常在深夜街头约架。安娜每担心尊的时候，多多良就会安慰他，那不过是王之间的问候。市长和尊是在凭借着战斗交心，市长嘴上说着看尊不爽，打起来却很是开心。作为尊规守矩求秩序的一方，他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别人劝诫。但不论如何，三王同盟已经无效，他被罢免了市长一职，今后无法作为带领氏族成员的首领和他们继续战斗，也就是他放弃了。但即便不是市长，他依旧是青之王，他要放弃自己茫然无措的氏族们吗？市长没有回答，转身离开了酒吧。经过1个月艰难的研究，小白终于找出了破坏石板的方法。迄今为止，所有人都认为石板是无法破坏的，他们必须利用这一点成为起死回生的第一步。至于石板是否能被成功破坏，只有相信身为研究学者的小白了。小白拿出3枚徽章递给小黑和猫儿，这是他制作的白银氏族的象征。至于氏族的名称，小白拜托小黑取一个。小黑一眼看见了一旁的电饭煲，于是就此决定他们氏族的名称就叫做白米党。他和猫作为白米党的盟臣，小白的同伴，这次一定会跟随自己的王到最后。决定了石板的破坏方法，下一步就是找到绿盟的据点。而就在此时，小白和安娜同时痛苦的爆头，大股能量从石板中涌出，形成冲天光柱，石板彻底觉醒了。这动静引起了不远处市长的注意，他似乎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，非奔到最后一刻。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尊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市长诧异回头，然而他的身后空无一人。德累斯顿石板是使全人类进化为王一般的装置，它原本由白银之王唤醒，却被黄金之王压制了近70年，至今都是以安全模式在运转。如今压制石板的存在消失，取回所有力量的石板正在促使人类进化，大幅度增加人类成为王的可能性。曾经手无寸铁的民众一旦得到力量，现存的秩序就会被颠覆，新的世界将会诞生，所有人都能亲手开拓自己的未来，与莫名其妙的死亡做抗争，又或者成为诸多王权者相互牵制的弱肉强食的天堂。石板解放的光芒冲天而上，这一幕对于学院岛的学生们来说实在太过熟悉。1年前的4王之战场景历历在目，突然出现的异能引发
学生恐慌，继而造成全员混乱。小白一把握住局里即将异能爆发的手，希望能拜托他一件事。在局里的安慰下，恐慌的学生们很快平静了下来，就像1年前保护了他们的小白一样。这份力量的意义不是破坏，而是守护。全世界异能者激增，导致全国一片混乱。总理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，暴徒袭击宅邸，觉醒了透视异能的总理害怕不已，想要找市长维稳，才想起来人家已经被他亲自罢免了。绿之王自然不会理会总理的死活，事到如今，现存的国家权力已经一文不值。看着眼前光芒万丈的石板，盘州不禁感慨，时间还真是漫长。当初比水流去找黄金之王挑战，输得一败涂地，但是从今往后，他们就不用再受苦了。但比水流也知道，三王联盟那边也不会善罢甘休，石板发射的光芒已经暴露了他们所在的位置，现在是敌攻我守。他们已经下令关闭除独户门以外的所有通道，并将普通人赶出独户门区域，同时命令游击成员在秘密基地集结，不排除对方能闯进秘密基地和石板面对面的可能性。比水流希望盘州能去迎战即将到来的青之王，只要有石板的力量，绿之王的变革之力就会发挥到极致。但只要他和石板联系在一起，他的能力就没有时间限制，没有人能战胜拥有无限时间的他，说不定还能颠覆过去，改变家具都陨坑的悲剧。比水流沉默了，就算是他也不能改变过去，不可能有重新来过这种好事。他的力量只能改变现在和未来，然后将世界这个玩具箱彻底颠覆。负责在秘密基地外守护的绿盟成员很快发现了青之王的行踪，市长拒绝了单条的开路请求，面对几十把机枪围攻，仍旧面不改色。毕竟他现在已经不是市长，只是个王罢了。Septors 内部一片混乱，因为异能者激增的事件，倒是社会一片混乱。总统宅邸被袭击，他们却只能待命待在驻地。他们很快通过监控发现了市长和单条的行踪，两人正单枪匹马独闯绿盟大本营。市里下定决心要辞去 Septors 副市长一职，但只要仍属于 Septors， 他就无法离开驻地，但也不愿意拖累大家违抗命令。市里将剑放在桌子上，他即使不是公务员，也仍是青之王最得力的助手。他会为了自己的王尽一己之力。Septors 的指挥权顺位到了秋山手中，于是秋山即刻下令 Septors 全员前往绿盟驻地平息此次事件。市里想要反对，但他已经不是 Septors 的副长了，亲之士族全员绝对不会弃自己的王于不顾。绿盟大本营前密集的枪林弹雨根本伤不到市长分毫，子弹在接触到防护罩的瞬间就会被分解。远处大楼上，一人端着重狙朝着市长的后背击射而去，随即被单条单手挡下，无法阻拦青之王的脚步。这群人也不慌，因为秘密基地的大门只能从内部打开。殊不知，此时的福建就坐在指挥室里，准备为他的王打开前方的道路。不过，在即将暗血的最后一刻，比水流借助鹦鹉找到了他。原来福建根本没有背叛，但比水流也料到了这一点，他并不介意福建作为卧底来到绿盟，只要福建不按下按钮，就不视他为背叛者。福建的秉性注定了他不适合费欧罗和塞普特斯，在这里既不用和别人搞好关系，也不用听从上司的命令，可以享有充分的自由。而且青之王根本不可能到达这里，他这么做只是无用的牺牲。福建听完之后，毫不犹豫地摁下了按钮，他拒绝。房门打开，五条带着镰刀冲了进来。既然不是同伴，他就可以下杀手了。秘密基地的大门从内而外大开，然而此时拦在市长面前的正是灰之王，圣剑高悬，物质剩余爆发，不管来多少人，他都绝对不会放他们过去的。而就在市长拔剑的瞬间，属于白银之王的飞船从天而降，径直越过对峙的双王，坠落在秘密基地之前。青色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高空，无等大义，毫无阴霾，总向李斯拔刀。